美國最高法院給特朗普的關稅政策來了一記史詩級的重拳，直接裁定他去年依據國際緊急經濟權利法實施的全球關稅是違法的。消息一出，市场瞬間開香檳，道瓊斯、標普500、納斯達克3大指數全線飆升，華爾街的交易員們歡呼雀躍，超過1500家公司看到了拿回幾千億美元關稅的希望。很多人以為持續了多年的貿易戰噩夢終於要結束了，我們的股票要一飛沖天了。如果你這麼想，那你就太天真了，甚至可以說是很危險。因为香檳的气泡還沒來得及消散，特朗普就走到了白宮的講台上，拿出了一個我們從來沒見過的核武器級別的法律工具，直接簽署行政命令，宣布對全球所有進口商品無差別加徵10%的關稅。市場瞬間從狂歡變成了恐慌，這到底是在演哪一出？關稅到底是結束了，還是用一種更瘋狂、更不可預測的方式回來了？這個對我們的錢包辛辛苦苦建立起來的投資組合到底意味着什麼？如果你手上有股票，特別是科技股、零售股，或者你正在考慮什麼時候是抄底的機會，那今天這條影片可能會是你今年看到的最重要的一條影片。因為今天我不跟你講那些讓你頭疼的法律條文和政治辭令，我會用最簡單、最直白的話，像講故事一樣告訴你：一、這場關稅大戲的真正底牌是什麼？最高法院的裁決和特朗普的反擊背後隱藏着怎樣的權力遊戲和經濟算盤？二、歷史的鏡子裡藏着怎樣的財富密碼？我們會回到1930年，看看一場關稅戰是如何讓一代人傾家蕩產，又是怎樣讓另一批有遠見的人抓住了別人看不到的機會，實現了階層的逆襲。三、在當前的混亂中，哪3類股票最危險？就像站在懸崖邊上，隨時可能粉身碎骨。而哪2類股票反而可能成為這場亂世中的黃金，讓你反敗為勝？看完今天這條影片，你會得到一個清晰的作戰地圖。這張地圖能讓你像開了上帝視角一樣看穿市場的煙霧彈，知道在接下來的150天甚至更長的時間裡，如何保護你的資產，並且精準地找到那些別人因恐慌而錯失的機會。我們馬上開始。首先，我們來仔細地看看發生了什麼。美國最高法院以6-3的投票結果做出了一個歷史性的裁決。這個裁決的核心就是特朗普在2025年依據一部叫做《國際緊急經濟權利法》（IEEPA） 的法律來徵收全球關稅，是越權行為。首席大法官羅伯茨在判詞中寫下了一句非常關鍵的話，他說：“如果國會有意授予總統徵收關稅這種非同尋常的權利，他會明確地說出來。”這句話翻譯成大白話就是：總統先生，國會才是管錢袋子的，收稅這件事你說了不算。這個裁決的威力是巨大的。首先，它直接導致了之前那些讓全球供應鏈雞飛狗跳的所謂芬太尼關稅、對等關稅等等，一夜之間全部失效。根據耶魯大學預算實驗室的數據，在裁決前，美國的平均有效關稅率高達19.6%，是自1935年大蕭條時期以來的最高點。裁決一出來，這個數字瞬間掉到了9.1%。更重要的是，這個裁決打開了一個巨大的潘多拉魔盒——退稅。根據路透社的報道，有超過1500家美國公司早就已經把政府告上了法庭，要求退還這些年被非法徵收的關稅。這筆錢估計高達1700億到1750億美元。這筆巨款如果真的要退，對本來就赤字高築的美國財政來說，無疑是雪上加霜。Chief Papa 在1個多月前1月9日的 GMT 課程上就做過預判，他當時就說，最高法院的裁決很可能對特朗普不利，但這絕不意味着結束。特朗普的字典裡從來沒有認輸這2個字，他是一個談判高手。他寫過一本書叫《交易的藝術》，他的核心策略就是永遠要讓自己手上有籌碼。果然，就在最高法院裁決的幾個小時後，特朗普召開記者會，直接怒斥這個裁決是國家的恥辱。然後他拿出了一個所有人都沒想到的、塵封了半個世紀的武器—— 1974年貿易法第122條。這是一個什麼樣的工具？我給你打個比方，如果說之前的 IEEPA 是特朗普常用的一把手槍，那這個第122條就是藏在白宮地下室裡的一枚從未發射過的核彈。這條法律允許總統在美國面臨國際收支嚴重逆差的時候，可以單方面完全不需要國會批准，臨時加徵最高15%的關稅，為期150天。最關鍵的是，這條法律自從1974年誕生以來，從來沒有任何一位美國總統使用過。
它就像一個被遺忘在軍火庫角落裡的核按鈕，現在被特朗普啟動了。他簽署行政命令，宣布在2月24日開始對所有進口到美國的商品加徵10%的全球關稅。同時，之前依據232條款國家安全和301條款不公平貿易行為加徵的關稅繼續有效。過了一天，又把關稅上調到15%。所以，這根本不是關稅的結束，而是關稅的重啟。特朗普只是換了一個法律工具，繞開了最高法院設置的防火牆，把關稅又加了回來。這就像打牌，對方出了一張王，你以為你贏了，結果特朗普直接從口袋裡掏出一把槍，說：“對不起，我們換個玩法。”很多年輕的投資者可能覺得，不是第一次加關稅了，有那麼嚴重嗎？2018年貿易戰的時候，市場跌了一陣子，後來不也創了新高嗎？如果你有這種想法，那是非常危險的，因為歷史這面鏡子清晰地告訴我們，貿易戰一旦失控，它的破壞力遠超你的想象。讓我們把時光機撥回到1930年，那一年，美國通過了一部臭名昭著的法案——斯姆特霍利關稅法。當時的背景和現在有點相似。1929年華爾街股災之後，美國經濟陷入困境，失業率攀升。當時的胡佛總統和國會也想用關稅來保護本國的工人和農民，這個初衷聽起來是不是很高尚？於是他們通過了這個法案，對超過2萬種進口商品徵收高達60%的關稅。當時有超過1000名頂尖的經濟學家，包括後來創立了現代宏觀經濟學的凱恩斯，都聯名上書，像先知一樣警告胡佛總統，千萬不要簽署這個法案，這個會引發全球性的報復，像野火一樣摧毀國際貿易。但是胡佛沒有聽，他覺得保護美國的利益是第一位的。結果呢，災難發生了，全球各國都對美國的商品進行瘋狂的報復性關稅，一場全球貿易戰全面爆發。根據美國國務院的歷史檔案，從1929年到1934年，全球貿易總額暴跌了約66%。美國的失業率從1930年的8%一路飆升到1933年的接近25%，每4個勞動力就有1個失業。這場關稅戰被後來的歷史學家普遍認為是把一場普通的經濟衰退惡化成持續10年大蕭條的關鍵催化劑。當時的股市有多慘？道瓊斯指數從1929年的高點381點一路狂瀉，直到1932年才見底，最低跌到41點，跌幅接近90%。這意味着你當時投入的10萬美元，3年後只剩下1萬美元，一代人的財富就這樣灰飛煙滅。當然，歷史不會簡單的重複，但它會驚人的相似，而且總是以同樣的韻腳出現。我們再看近一點的，2018年到2019年，特朗普發動的第一輪對華貿易戰，當時市場的反應，大家還有印象嗎？2018年，隨着貿易戰的不斷升級，標普500全年下跌了超過6%，很多之前漲得很好的科技股、工業股都出現了30%甚至40%的大幅回調，市場充滿了不確定性。沒有人知道明天一早醒來，特朗普又會發什麼推特，又會對誰加關稅。這種不確定性就是投資最大的殺手。但是機會也恰恰在這種極端的悲觀和混亂中誕生。傳奇投資家鄧普頓爵士說：“牛市在悲觀中誕生，在懷疑中成長，在樂觀中成熟，在狂熱中死亡。”2018年底，當市場對貿易戰的恐慌達到頂點，所有媒體都在討論經濟衰退的時候，正是布局的良機。隨後，2019年貿易談判出現緩和跡象，標普500全年大漲了超過31%。如果你能在別人恐慌的時候保持冷靜，敢於在極度悲觀的時刻買入優質資產，那麼市場的修復會給你帶來豐厚的回報。關稅和貿易戰，它本身就是一場財富的重新洗牌，它會摧毀那些建立在舊秩序上的脆弱資產，但同時，它也為那些有準備、有遠見的投資者創造了千載難逢的機會。關鍵在於你能不能看懂這場遊戲的規則，並且克服人性的恐懼。好了，講完歷史，我們回到當下這個最關鍵的問題：面對特朗普這記回馬槍，我們應該如何應對？哪些是危，哪些是機？首先，我們來看危3類最危險的股票。第一類，高進口依賴的零售商，這一類非常直觀，也最容易理解。像沃爾瑪、塔吉特這些大型零售商，他們就像美國家庭的大管家，他們貨架上銷售的大量商品都極度依賴從全球進口，特別是亞洲，15%的全球關稅對他們來說不是一個抽象的數字，
而是實實在在的成本增加。這些公司現在面臨一個致命的兩難選擇，是自己吸收這15%的成本，犧牲本來就已經很薄的利潤率，還是把成本轉嫁給消費者，直接提高商品價格。在目前美國經濟增長乏力、通脹依然頑固、消費者對價格極度敏感的情況下，漲價很可能會導致銷量斷崖式下滑。所以無論怎麼選，他們的盈利都會受到嚴重衝擊，股價自然也會承壓。第二類，全球供應鏈複雜的製造業。如果說零售商是受了內傷，那這一類公司就是被凌遲。他們的典型代表就是汽車和大型工業設備製造商，比如福特、通用汽車以及全球工程機械巨頭卡特彼勒。他們的供應鏈像一張巨大的蜘蛛網，遍布全球。一個引擎可能來自德國，變速箱來自日本，電子控制单元來自韓國，最後在美国的工厂裡組裝成一輛車。15%的全球關稅對他們來說是無差別攻擊，每一個進口的零部件成本都會增加15%，這會像無數把小刀一樣，一片一片地割掉他們的利潤。更糟糕的是，如果其他国家对美國進行報復，比如對美國產的汽車加徵報復性關稅，他們的海外銷量也會受到打擊。這個就是雙重夾擊，腹背受敵。第三類，對華銷售佔比較高的科技巨頭，雖然這次是全球關稅，但是所有人都知道，這場戲的主角始終是美國和中国。特朗普的動作無疑是給本來已經緊張的關係火上澆油。一旦引發新一輪的關稅戰，那些在中國有巨大市場和生產基地的美國科技公司將會首當其衝。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蘋果和特斯拉，他們不僅在中國銷售大量的產品，中國市场是他们增長最快的引擎之一，同時他們的很多生產環節也深度依賴中國的供應鏈，任何風吹草動都可能對他們的生產和銷售造成巨大影響。所以如果你持有這三類股票，現在不是幻想他們會馬上反彈的時候，而是需要立刻馬上重新審視你的持倉，評估風險敞口，做好嚴格的風控。接下來我們講雞兩類亂世中的黃金，機會可能就在其中。在混亂中，並不是所有東西都在下跌。正如另一位投資大師巴菲特的黃金搭檔查理芒格所說，當一個巨大的機會出現時，你要敢於下重注。貿易戰的混亂恰恰為我們提供了這樣的機會。我認為有兩類資產值得我們重點關注。第一類，美國本土優先的內循環股票。這個邏輯非常簡單，既然全球貿易受阻，全球化的紅利在消退，那麼那些業務主要集中在美國國內，不怎麼依賴進口，也不怎麼依賴海外市場的公司，他們的相對優勢就凸顯出來了。他們受關稅的直接衝擊最小，甚至可能間接受益。比如一些專注於美國國內市場的基建公司、公用事業公司以及一些本土服務業公司。特朗普一直強調美國優先，要把製造業帶回美國。如果關稅政策長期化，那麼為這些回流的製造業提供廠房建設、能源供應、物流運輸的本土公司會迎來結構性的增長機會。他們的收入來自美國本土，不受國際關係的影響，是這場風暴中最穩固的避風港。第二類，等待趨勢回歸的強勢龍頭，這是我要講的重點。在市場恐慌的時候，不要想着去撈底，因為你永遠不知道底部在哪裡。試圖抓住一把正在下墜的刀是非常危險的。我們的策略不是去接刀，而是等這把刀掉到地上，不再晃動了，甚至開始重新向上的時候，我們才去順勢而為。你靜下心來想一想，貿易戰會改變人們使用人工智能的趨勢嗎？會改變企業數字化轉型的需求嗎？會改變世界對更強大計算能力的需求嗎？不會，這些是不可逆轉的長期趨勢，但是不代表這些公司的股票不會跌，甚至跌很深。所以我們的機會在哪裡？我們的機會不在於猜底，而在於確認趨勢。當市場因為關稅問題而出現普遍下跌時，我們會密切觀察那些代表未來趨勢的龍頭公司。我們看的不是它跌了多少，而是它是不是比大盤更抗跌。如果大盤跌了3%，而它只跌了1%，甚至沒跌，這就說明有聰明的資金在裡面撐着，它就是潛在的下一輪領漲股。它的下跌趨勢什麼時候結束？我們會用移動平均線、趨勢線這些技術工具去判斷。當它的股價重新站上關鍵的移動平均線，形成一個清晰的底部反轉形態的時候，這才是我們關注的信號。所以我的觀點是，當市場下跌，打開我們的雷達，
掃描那些在風暴中依然顯示出力量的股票，把它們放進我們的觀察列表。當整個市場的恐慌過去，趨勢一旦反轉，這些股票將會是第一個衝出去的，它們的上升趨勢會更強勁、更持久。這才是順勢而為，這才是漲跌都贏的真正含義。我們賺的是趨勢的錢，不是猜底的錢。講了這麼多，我知道大家最關心的還是 Rich， 你到底會怎麼做？我的策略就是順勢而為，跟隨資金，漲跌都贏。我們不去做無法預測的預測，而是建立一個應對系統。無論市場怎麼走，我們都有對策。我知道你們中的很多人，特別是那些在市场上打拼多年的朋友，最痛苦的不是虧錢，而是那種失控感和无力感。你覺得自己很努力，但是市场總是不按理出牌，特朗普一條推文就能讓你一夜回到解放前。這種感覺我懂，因為我也經歷過。這就是為什麼我花了這麼多年的時間，把我父親教給我的基本面智慧和我自己超過11年的實戰經驗，濃縮成一套簡單、清晰、可複製的系統，也就是我們的盈式技術。這套系統的核心就是幫助你解決3個最根本的痛點：一、告別情緒干擾。我們有一套清晰的買賣規則，什麼時候該進，什麼時候該出，什麼時候該止損，都由系統信號決定，而不是你的感覺。這讓你徹底擺脫追高殺低的人性弱點。2、告別效率低下。你不需要每天花8個小時去看盤、讀新聞，我們的系統會幫你自動篩選出符合相對強度的強勢股，讓你把時間花在最重要的事情上。3、告別信心危機。當你有了一套經過驗證、行之有效的系統，你就有了底氣。你知道每一次交易都不是賭博，而是在執行一個高勝率的策略。即使偶爾虧損，你也能坦然接受，因為你知道這是系統的一部分。這種內心的篤定，是你在市場上長期生存下去的關鍵。在當前這種高度不確定的市場環境下，我會嚴格執行我的系統，做3件事。第一，保持耐心，管理好你的现金，现金也是一種倉位，而且是在不確定性中最強大的倉位。第二，利用技術分析，觀察關鍵信號。當基本面被迷霧籠罩時，技術圖表不會撒謊。我會密切關注幾個關鍵指標，大盤指數的關鍵支撐位，比如標普500的200天移動平均線。市場恐慌指數是衡量市場恐慌情緒的最佳指標。市寬，這是我們盈式技術裡非常重要的一個指標。它就像市場的體溫計，告訴你市場真實的健康狀況。第三，為2種可能做好準備，無論是市場深度回調，還是震盪向上，我們的系統都有對應的劇本。如果你真的厭倦了憑感覺交易，厭倦了在市場中像無頭蒼蠅一樣亂撞，想學習如何建立一套屬於你自己的，在動盪市場中也能漲跌都贏的交易系統，我真誠地邀請你參加我們的盈式技術公益課。在這個完全免費的課程裡，我會更詳細地教你如何運用我們獨有的技術分析工具，去識別市場的趨勢，找到精準的買賣點。你不需要有任何基礎，我們的教學方法非常簡單，連10歲的小孩都能學會。點擊影片下方的鏈接就可以免費報名，名額有限。我希望能在課堂上見到你，幫助你在這場變局中成為贏家。最後，我想引用金融巨鱷索羅斯的一句話來結束今天的影片：市場的預期本身就是構成未來的一部分。這句話非常深刻，甚至有點哲學意味。它告訴我們，市場的走勢不僅僅是對基本面的被動反應，更是由我們所有參與者的集體情緒和預期所主動創造的。當所有人都恐慌的時候，恐慌本身就會創造下跌；當希望重燃的時候，希望本身就會推動上漲。理解了這一點，你就能明白為什麼在投資裡，獨立思考是這麼重要。在當前這個充滿迷霧和噪音的時刻，我希望你能保持冷靜，相信數據，相信歷史，更要相信你自己建立起來的交易系統。你對這次關稅違法有什麼看法？你認為接下來市場會怎麼走？歡迎在下面的留言區告訴我，讓我們一起討論，集思廣益。如果你覺得今天的內容對你有幫助，記得點讚、訂閱並打開小鈴鐺，那你就可以第一時間得到我們上傳視頻的通知了。我們會把複雜的經濟和投資理論通過實事來簡單的講給你聽，也請你把今天影片分享給你身邊關心投資的朋友。我們下條影片再見。